你是不是常常觉得一回头枪线一转开人就出来了？为什么对方都好像知道你在做什么一样？对面是不是开透视啊？但我们这支影片就是要带你探讨时机，讲解基本观念，让你减少被台名的机会，并且结合3连支教学影片情报收集篇，掌握情报后又要如何判断接下来情势？本期要从单人动作解析到如何增加大局观，帮助到队友制造更多战局影响力。在开始之前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广告。打 CS 的时候突然爆ping掉包，整个人瞬移到外太空，明明该赢的对枪却被我拖后腿。都2025年了，别告诉我你还在裸连线打竞技游戏，少了加速器稳定网络，延迟随时乱跳。就算你是 Nico， 也只能祈祷敲爆桌子。如果你要打第三方平台，也肯定要买加速器啦。可以选择 Gear Up Game Booster， 界面简洁，操作超直觉，选你的游戏一键开启。Gear Up 可以优化你到游戏伺服器的连线路由，降低 ping， 提升连线稳定度，跨区也能顺玩，遇到丢包还能自动切到更快的路径。支援2500款游戏，每款都有专属优化，而且是轻量级设计，不会拖累你的 CPU 跟 RAM。最重要的是，输入我的代码 HARVYCS 就能免费试用，链接我放在下方说明栏。如果你不想再被爆ping搞到心态爆炸，就马上下载试用看看吧。时机掌握的第一个原则，就是在所有对枪、丢道具、走位之前，你都要先预设假想敌。假想敌的意思是，你要在动作发生前，就先思考对手可能会出现在哪里，会在什么 timing 冲出来，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反制你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是所有新手最常犯的错误，源自于对敌人的零预设。当然，因为不熟悉游戏嘛。像是第一个例子，我看到很多新手丢烟时候，会把整个身体站在外面，结果敌人刚好抓你丢烟 timing 冲出来，直接把你打掉。这就是没有预设假想敌。如果你要丢这个烟，你本来就应该想到，对面可能会在里面准备要探出来，所以你并不能站在明显的位置去丢道具，而是要控制好安全身位，拉好烟，快速出掩体完成动作，回到掩体。拔枪，再预设对方有可能会马上钻烟出来，进行预瞄动作，小心人这个时候可能走到蓝箱了。这样就算对面在这个 timing 走出来了，你也有足够的反应时间，因为你事先已经先想过这个可能性了。但丢烟本身其实也不是重点，你要思考的是，为什么我要丢这个烟？丢完之后我又要做什么？通常你会丢这个烟，其中一个情况可能就是队友在 A 小或是中门说，对面正在丢道具准备打 A 小，所以你需要把 A 门封起来，暂时放掉这边，回去支援队友。所以这颗烟的目的就在于拖延时间。那这时候你丢完烟之后，你要判断自己是否要立刻大跑回点上。如果 A 小那边已经很急了，你当然得马上回去帮忙，可能甚至帮忙丢个反清闪拖延时间。但就算你要回去，你也得先想想 A 门里面会不会有边线的人听到你大跑的脚步。如果他听到了，当然他就可能会立刻穿烟出转角去打你们的侧脑。所以你得要判断的是，这颗烟到底可以帮你拖多少时间。如果点上队友那边暂时不急，有可能是因为队友丢了烟、丢了火去拖延的进攻，那你可以在丢完烟后稍微去加1-2秒，看有没有人会抓个 timing 摸出来，这是一个更细致、更妥善的处理。但如果你没有时间这样做，你得马上回点上帮忙，你也得大致预估敌人如果从 A 门穿烟走到转角需要多久时间，你必须心里清楚这个时间差。可能点上对完后，也要预设这个空档中可能已经有人出 A 门躲在蓝箱或是这个整个区块，如果你要回去的话，就要准备重新清理。第二个情境，我们来试想一个情况，如果眼下是这样，你守中门，听到 B 点的队友马上已经暴毙了， B 门的敌人已经进门，也把门封起来了，下面哪一个视角身位与枪线选择会比较好？当然，我知道没有什么前后文，不过就这样的资讯，简单选择吧。我会想选择 C， 原因如下：事实上 ，A 选项是我真的很常在时速不高的玩家身上看到情形。A 选项的风险是，不管你看哪边，你不管是看窗口还是看中门，都有可能会被另外一边打。B 选项只是会发生一种情况，的确有意识要架着窗口，但你 A 点的队友急匆匆的从 CT 跑回来 B 外回防，结果因为你漏掉了中门的 timing， 这时候就有可能钻出来架着 CT 回防了。这时候你就算这样架，也要提醒队友，中门是有 timing 的，出来要小心。这就是我想要选择 C 的原因了，因为我会想要确保队友至少从 CT 的回防路线在这个期间是安全的，要站一个不会被窗户看到，也不会被勒可中门摸出来抓的位置，甚至继续控制中门 CT 这条线，先保住自己的身位，不会被两边夹击，等待并帮助 A 点队友做回防。整件事情的核心就是在任何撤退、支援、移动之前，都先预设对手可能会从哪里出来。以上所有例子都在讲同一件事情，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，你都要像在下棋。你丢了一颗道具，开了枪，给了敌人资讯，对方一定会做出下一步的回应。你要预判他的下一步，他会踩火冲出来，还是会进步，还是会退掉？不同段位、不同类型的对手反应都不同。低段位的人可能不太思考，
要么超怕死，全程没道理的竞走当老六，要么直接疯狗冲。高段位的人则会去计算 timing， 会专门抓你丢道具的瞬间，甚至会反制你的反制，预判你的预判。一场赛局，若双方基本功实力差不多，能越快掌握对手习性并反制的人，就有越高的胜率赢下。你前面所有练的技巧，准心摆放、压枪、丢道具，都是在预判对手之后才能真正的发挥效果。这些思维也能用在你跟队友的沟通上，例如我回到 A 小了 ，A 龙等下可能会有人过来，你要小心；或是我帮中门 A 龙放掉了，让队友知道他们该注意哪里，该看哪条枪线。这部分我们在上一部影片中也非常详细的提到了。但如果你的队友不听不沟通，你就要把你的动作去做得更安全，不是说全程都要走得像乌龟，而是你要根据当下队友的位置还有对手风格、地图整体情况去调整你的风险。最终的核心就是预测假想敌，去调整你的动作。你预测的越多，就越少遇到被对手timing的情况，但我知道有时候真的就很衰啦，夜路走多了，总是会遇到鬼嘛。最后一段篇幅，我们放在要如何帮助队友，要根据你的身位观察队友枪线的摆放。举例，如果你们进攻 Azure， 你的队友突破很猛，已经打到点上了，这时候你枪线要怎么放？我们可以先预测队友是正常会逐步收点的队友，很多人都会跟在屁股后面把刚刚第一位 entry 做的事情再做一次，这时候会出现几种情况：第一，屁股全部放掉，然后就被中门还有 B 下回防的 CT 从 Azure 这边推过来打死；第二个情况就是有人跳上了跳墙，把你们全部也打死了。所以这些都是会出现敌人回防的情况。如果你是第二位，或许的确可以跟着第一位紧一些，预备他倒的时候及时补枪。但如果你是第三位甚至第四位，就要去小心这些点位啦。发现没人看屁股，你就应该预设中门后可能就有一个 CT 非常近，他跳上 A 小是非常的快的。为了拖延对手回防时间，你可以封烟，你可以丢火，不要傻傻的全部都跑到点上，去把 A 修这条给放掉了。这时候你们全部人都在点上，那你们图控不是就超级小的吗？非常容易被回防夹击。再来第二个例子，半进攻 A long， 如果你是第一位 entry 要去查拦车，那你就应该要贴着墙走。如果不贴着墙 ，CD 角度会非常快看到你。那如果你的队友在前面这么做的时候，你是第二位、第三位，你可以站在另外一个方向，帮第一位队友他正在查车位的时候，去小心点上1、2箱，或甚至烟冲出来想要探头打你们的点位的人。这里顺便补充一个闪，最后面的人你也可以站在铁桶上瞄准这里，给闪去帮忙摆点上的人，然后你就要判断 A 门或许会不会有人回防的很快。如果前面进攻队友并没有很快拿下 A 点上，还在拉扯对战时，就绝对要小心 A 门的枪线。你可以站在 pit 去看到 A 门，也可以及时帮到点上。那如果在这个 timing， 通常过点烟都会很多疯狗出烟出来去打 ramp 进攻的队友，就要有人负责去加这个出烟的 timing， 直到点上都清理完毕。还有很多情况，譬如我也很常看到打野上的时候都没有人去拿 B turn 哦，那你走中路的时候就要去预设 B 一层是有 CT 方钻进去的。将 A 层跟 B 层都清理完毕，再去做后续的动作。所以总结要依照眼前的资讯，不要只有自己打自己的，观察你队友的站位还有动作，判断可能哪里会漏人，哪里会需要帮忙推进。就算你今天手感没这么好，也能帮助到队友的。常常看到有些教学留言说啊，职业赛场的情况与一般天梯是差很多的啊，你怎么都只会放 Pro 的啊，我要怎么学呀？那我放一个我枪也打得很不怎么样，但是判断的过程来给大家来参考看看。这个赛局是在我有一天下班剪片完，睡觉前真已经很累了。但我还是想敲一把无脑的，所以你绝对不会看到这些职业场上面很英明的枪法，甚至还挺丑的。但是利用一个很简单的 common sense， 还是有办法帮助到战局的一个范例。好啦，这边我先打个预防针好不好？开放留言区啊，这种烂咖也敢做教学，真的有够不要脸啊，可悲抬你啊！这场我看了下小地图，并没有人拿 B 下，也没有人在jungle跳探，然后这边队友架着 high mid 没有动静，所以我第一拍我猜测没有人大跑上来，可是还是要警觉，可能是有人竞走摸过来了，所以我要出中路时先给了一颗手榴弹，果然有一个人走上来被我打死了，枪很丑吧？这里打 A 小丢了一颗闪光，其实这样打还是很不谨慎的，因为我并没有先查 B 一层，而且如果 A 小如果有人顶前点的话，听到我大跑拉闪，他出来揍我，我人就没啦。暂停一下，这里我刚刚听到沙地有鸟居开了一枪，而开场中路倒了一个 ，H 刚倒了一个。A 龙开场我们知道敌方有2个人压，死了一个，因为怕中路那只推出来 H 抓屁股，所以我选择先回头给了火。刚刚 A 龙那只也被队友打死了，所以剩下中路这只快转一下，回头看一下他要不要从中门摸出来，都没有动静，那应该还在 CT 附近，所以跑回 CT 去架死他，把他打死了。放这个 play 的原因真的是这些操作啊，一定很多牛鬼蛇神的高手都可以打得比我还好。我的枪是真的丑到爆，但同时也只要有这些基本的时间观念，就可以拿到这些击杀。你只要不要比我还炮就行了。我们来做总结吧。
所以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今天这支片其实并没有在教你什么华丽的神技啊，全部都在讲一件很朴实无华的事情，就是预设假想敌。CS 绝不仅仅是枪法上比拼，它更是一个需要高度专注的棋局。你必须站在对手的角度去思考、预判他的每一步动作。我们平常也不是职业选手，时间有限的状况下，无法保持每天枪法的稳定度。但是只要养成这个有思考的习惯，就能表现得更加稳定，将赛局的控制权从单纯的运气手中夺回你的意志之中。透过对 timing 的精准判断，你不仅可以让自己少被抓死，更能提高大局观，判断队友的枪前空档，及时补位，投掷道具来帮助推进。再提醒一次啊，不要只顾着打自己的游戏，不看队友在干嘛，不看哪里是空的，也不看小地图。你当每次被 timing 的时候，除了单纯追剧好衰，也是可以稍微想一下，我其实哪里可以做得更好。如果你觉得我们教学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加入会员。现在有会员抽奖活动，可以抽我从香港带回来的 Team Spirit 亲签薯店，上面有小东大人的香味哦。也可以到我们香港 Blitz 的影片中留言分享、按赞，这样就可以抽赛事的上衣喽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这样，祝大家少一点莫名其妙被 timing，拜拜。